人们经常说前世因果，但是你真的懂这段缘分吗？佛经上说，短短今生一面遇，前世多少香火缘。这个世界很小，小到转身就能遇见，但这个世界又很大，大到转身就消失不见。茫茫人海中，人能相遇，已是不易，若能相知相伴，更是少之又少。所有的相遇都是因果轮回，今生今世缘，其实都是上辈子结的果。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，情人是上辈子的妻子，老婆是上辈子的恩人，人和人的相遇是前世500次的回眸换得的。这是缘也是定数，芸芸众生中，只你我相遇，不过是前世未了的一段因果。这世间所有的遇见，都是久别重逢的亏欠。这一生有幸能遇到，别忘了好好珍惜。缘来天注定，缘去勿挂怀。不要预设和别人共度一生，就自然的相处。命运把你们带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天若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天若无道，就该遵循天命。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，离开是因为还清了。前世不欠，今生不见，今生相见，并有亏欠。缘起，我在人群中看见你；缘灭，我看见你在人群中。今生的妻子，前世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呢？每一段姻缘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红线牵连，冥冥之中早已注定。如果你不相信，耐心看完这个故事，你就明白了。古时候，有一个书生和自己的未婚妻约定好，等他金榜题名之后，2个人就成亲。可就在书生去赶考的过程中，他的未婚妻竟然和别人成亲了。书生听说这件事之后，心如刀绞，一病不起。后来一位云游的僧人路过书生所在的村庄，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心生怜悯，决定点化一下他。僧人来到书生家里，走到他的床前，然后从自己的怀里拿出了一面可以照出自己前世今生的镜子，叫书生看。书生接过镜子，发现看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一片茫茫的大海。在一片海滩上躺着一名遇害的女子。不一会儿，第一个人从此路过，却丝毫没有停留。那人看了尸体一眼，然后摇摇头，很快就离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路过一人，不忍心看到这一幕，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，盖在了女尸的身上。很快远处又来了一个人，那人看到女尸后，走过去打量了一下，然后转身回去。不一会儿，拿着一把铁锹过来挖了个坑，小心翼翼地把尸体埋了。书生正疑惑的时候，镜中的画面进行了切换。这时，书生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在洞房花烛夜被她的丈夫掀起了盖头，二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书生看到这里不明就里，就问僧人这一切是什么意思。僧人接过镜子对书生说，海滩上的情景就是你们前世的经历，那个女尸就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是她的第2个路人。在前世中，
你曾经给过他一件衣服，他今生和你相恋，就是为了还你送衣服的情分，但是他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，是在前世把他掩埋的人，那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。书生听完僧人的话后豁然开朗，病也渐渐的好了。你要明白，今生能够和谁在一起，都是来了缘的。今生的妻子是来还你上辈子的恩情，今生的儿子来向你讨债，今生的女儿来还未了的情。无论你遇见谁，他都是你生命当中应该出现的人，爱而不得也是一种常态。有些缘分注定不能强求。佛曾教我们，10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0年修得共枕眠。就为了这句话，多少人拽着将逝去的爱不肯放手，痛不欲生。多少人守着心底那段曾经不能释怀，默然度日。谁都不是谁的谁，谁都好难成为谁的谁。正在为逝去的爱在痛里为难自己的人们，放过自己吧。前世你一剑山的恩，今生他已报。收拾心情，继续上路吧，不要错过了前世埋你的人。人问佛，谁是前世埋我的人？佛笑着答道，前世已定，自会遇到。相爱的人们，当你们拥抱的时候，请珍惜吧。你要知道，也许他就是前世埋你的人。从禅的角度来看，一切情缘都是有为法，当然也包括因缘爱情，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，是生灭法，并非真实。如果非要从世俗的角度分析的前因后果，那么因缘肯定是前世因缘的一种延续，不会两个人平白无故的相遇，产生感情，最终结合。有同修曾说，以前他一直不明白为啥他会心甘情愿地被他对象欺负，直到后来他才领悟，可能他这一世就是来报恩的。从因果的角度来说，其实情侣、夫妻之间的关系大体有这几种基本关系，那就是报仇、报恩、讨债和还债。当然，最令人羡慕的组合就是我向你报恩，你也向我报恩，彼此之间都是相互向对方报恩。这种状态表现出来的就是彼此对双方都是心甘情愿的，都是想为对方好。既然是报恩，那就没有索取心，所以彼此之间最为融洽，也是最令人羡慕的组合。可能有些姑娘就会反问，如果我们双方都是过来讨债的呢？其实这种关系比较尴尬，因为报恩和还债有所不同。首先，报恩是没有怨言的，都是心甘情愿地为对方付出，而还债虽然也是为对方付出，但是因为是还债关系，所以你对对方的付出就很容易被对方忽略。所以大家看到的状态就是我对你很好，但是对方没感觉，觉得没什么，觉得理所当然，更不会感动。这就有点像舔了，因为你是来还债的，所以你对我付出再多，我也不会觉得感动，也得不到对方的回应。比如说，这个男的拼命赚钱是为了让自己太太过得好一点，但是太太感觉不到老公的不容易，
老公也感觉不到太太持家的辛苦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努力地为对方着想，但是对方并没有感觉到你对我的好，所以这种关系就很尴尬。那么接下来肯定又会有人问，如果有一个人是来报仇的，而另一个人是来报恩的，那这种组合的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呢？这个组合与一个是来讨债，一个是来还债的组合一样，可能是最让人难以理解的组合了。这个关系难在哪里呢？这两种关系特别容易让人感觉困惑。你看，一个是来找茬的，而另一个人又是来报恩的，所以他就甘心被你欺负。你越欺负我，我对你越好。所以在外人看到的现象就是一方对一方特别的抠门，特别的苛刻，但反过来被欺负的一方就对欺负他的一方又感觉特别的好，好到让你都不可理喻。在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贱，你就是个舔狗，他对你这么差，你还对他这么好，你是找不到男人了，还是找不到老婆了？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所以就是说，一个讨债的，一个还债的，一个报仇的，一个报恩的，这两种组合就特别让人难以理解。其实被欺负的一方并没有觉得那么痛苦，但在外人看来就是不公平的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当你不清楚它背后发生的原因的时候，你怎么去理解都理解不透。其实人跟人之间能够结为夫妻，结为伴侣，它肯定是需要姻缘的，而这个姻缘可能是很早之前就种下的非常特殊的种子，导致了我们这一世有了一种夫妻关系。而夫妻关系有些时候它并不受你主观能动性来控制，就像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老想欺负他，他也想不通为啥心甘情愿地被你欺负。其实这就是一种习气，在你的第80阿赖耶识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过去你和他之间的因缘关系，你们相互之间起的念及相互之间发生过的事情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意识是根植于我们的第70末那识，也就是那个我执之心，而那个我执又是根植于第80阿赖耶识。这些储存在第80里面的种子，在缘起条件具足的情况下就会起现行，生出相应的画面和念，这些念就会推送到你的脑海中。所以意识想什么根本就不受自己的控制，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是因缘决定的。所以不管我们这一辈子婚姻怎么样，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接受。你先学会接受，并不是让你认命，你只有学会了接受，你才知道怎么改变。如果你不接受这种关系，那你就会用错误的方法去改变。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原理，那我告诉你，任何方法对你来说都无效，因为你不会去做的。爱情的本质是什么？在世间就是小我的俗情，你爱我，我就爱你；你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你；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。大家总能被自己的另一半提及问起你爱我吗？那你给我买什么什么，否则就是不爱。你爱我吗？那你应该如何如何，
否则就是不爱，要么就是不够爱。这种交换式的爱情也可称作爱情买卖，一味的索取与计较，如果福德不够，可就要分开了。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。说到底，这种所谓的爱情就是与自我的标准谈恋爱，而不是跟爱谈爱。你符合我的标准我就爱，不符合了一拍两散。那我们真的能找到样样合心意的人吗？我们的念头、标准、执着时刻在变，除非对方是机器人，能随时跟你大脑同步链接，否则绝对不可能。很多人向往永恒不变的爱情，但在这个世间没有，除非觉悟自己成为了爱。所以情侣在相处过程中，当对方与你的妄想、执着、标准不吻合时，就会产生情绪，进而把情绪投射到对方身上。这就是矛盾产生的根本所在。最初因为缘分使然，怎么看对方都是好的，会给彼此加滤镜，这就叫着相。一旦着相，就会看不清真相，所以才会有后续婚姻的种种现象，例如美满、和谐、吵架、冷战、暴力、出轨、背叛、离婚、闹上法庭等等，都是婚姻的正常状态，只是因为因缘业力作用而显化出的不同的相罢了。而当下显哪个相，是由自己当下的意业因果决定。当我们完全接纳了婚姻的种种显象，允许对方做自己，对方本来就如此，随着内在执着的习气减少，心就越来越清净，逐步的以往看不惯的也能看惯，爱较真的地方也觉得没啥。恶的习气欲望是会被激发的，但你不爆发，也就刺激不到对方的恶习，彼此安好。如果对方爆发，你因恶习减少，就会云淡风轻，看对方如小孩撒娇，反而还会很耐心的陪伴、理解、包容。渐渐的，无论对方如何，你都觉得可爱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了觉者，成为了真爱，不会再想控制谁，但谁也离不开你，因为你的智慧通透豁达，可以让人如沐春风，祝福成德，领妻行道，创造幸福。这也就是破了婚姻的相，超越了婚姻的定义，所以你就看到了婚姻的本质，不过是两人因果业力的牵引，以婚姻的形式提供彼此灵性成长的机会。这就是婚姻中的空性智慧，即成为灵性成长和彼此陪练的用。见到了婚姻的空性，便超越了婚姻，不再被婚姻的各种幻想所影响，知换即离，才能解脱婚姻所带来的种种烦恼。这就是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何为真爱？就是我爱月亮与月亮无关，他阴晴圆缺我都爱，他知不知道我爱他都没关系，他的存在足以滋养我。我不会要求他如太阳般耀眼，他就做他本来的样子即可，更不会非要摘下来。情为何物？就是我非要让对方满足我的妄想和执着。当我们离情去欲留下爱，即是真爱。
人问佛，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要相遇？佛说，你怎知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前世的遗憾？说不定今生的相遇是你前世磕头求来的。有些是我们所爱的，却是我们所不能得到的。喜欢的得不到，得到的不珍惜。在一起时怀疑，失去了怀念，怀念的又想相见，相见的又恨晚，最后两相生厌，终其一生满是遗憾。世事总无常，聚散终是缘。红尘中多少永生永世的誓言，终成谎言。人世间多少相濡以沫的缠绵，总归江湖相忘。原来是你，缘去是空。这世间原本就没有什么可以永恒，前世今生都只不过是你我各自的修为罢了。而所谓惜缘，不是仅仅去抓住爱恨不放，而是相遇时彼此善待，相别时亦无伤害，如是而已。据统计，人这一辈子一共会遇到约2920万人，在如此庞大的人群中，会与我们相遇，和我们发生故事，成为亲人、朋友，亦或是恩怨仇人的概率都是很渺小的。佛教讲凡事有因果，因果有循环，前世做得孽，前世欠的情，今生都会慢慢还回去。世间所有的遇见，都带着使命而来，都是为了还债而来。只有偿还清了，互不相欠，来世自然不再相见。所有的遇见，皆是因为相欠。佛教认为，诸法由因缘而起，意思是说，世间任何事物、现象，都是有一定原因、条件才生起的。我们今生所遇到的人，都有遇到的原因，来到我们身边的理由，也许是前世没完成的心愿，也许是前世没续完的情债。想起那句歌词，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？世间有许多痴男怨女，在爱情里聚散无常，殊不知情感的纠缠，往往是前世未了的债。灵妖相遇，别忘了珍惜。佛曰，前世如若不相欠，今生又怎会相见？人世间所有相遇，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因为有缘才相遇，因为无缘才陌路。缘深多聚聚，缘浅随他去，不留遗憾，如此便好。有一天，世尊说法时，忽然对阿难说，阿难，你拿一个童子，前方一个村庄里有位在井边洗衣服的老妇人，向他要一桶水回来，态度要和善。阿难点点头，拿着空桶前去，果然有位鹤发苍苍的老妇在井边洗衣服。于是阿难作揖问，老人家，可以跟你要一桶水吗？老妇人抬头看了一眼年轻人，竟怒从心生，很生气地说，不行，这井水只能给本村的人用。接着就把阿难给赶走了。阿难再三苦苦哀求，也于事无补，只能带着一只空桶回去。世尊听完阿难所讲的经过，便派舍利弗去取水。
舍利弗到了井边，一样的老妇人，一样的作揖问：老人家，可以跟你要一桶水吗？那老妇人抬头看了一眼年轻人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仿佛见了一个很投缘的亲人，高兴道：行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打。舍利弗拿上水要回时，老妇人又叫住他，匆忙回家拿了些斋食叫舍利弗带着路上吃。舍利弗带着满桶的水和斋食回去，将所遇的情形向在场的弟子和世尊娓娓道来。阿难和众弟子十分不解，为何有此差别。世尊说，远劫前的一世，这位老妇人还是只老鼠，她死在路边，烈日暴晒。当时还是个赶货商人的阿难看到这只死老鼠，心生嫌恶，掩鼻而过。而舍利弗当时是个正要赴京赶考的书生，看到这只死老鼠，心生怜悯，顺手捧了把泥土将它掩盖。经久远劫以后，他们再相遇，才会有这种不同的待遇。一个小小的起心动念，就能带来如此的善恶果报。众人须知，从陌路到相知，需要偌大的好运；从相知到相守，需要累世的前缘。佛说，上辈子欠的，这辈子偿还，因为相欠，所以相遇。世间所有的相遇，都是一场偿还。既然有幸遇见，那就好好珍惜，趁着当下，你在，我也在，相遇容易，相守不易。珍惜这份缘，暖一颗心需要很久，伤一颗心只需瞬间。人心都是相互的，真心换真心，少一些谎言，多一些真诚，才能倾心以对，相守一生，以求无价宝。难得有情人，茫茫人海，相遇已是不易，遇到一定要珍惜。02缘去，要学会释怀。佛曰：笑着面对，不去埋怨，悠然，随心，随性，随缘，注定让一生改变的，只在100年后那一朵花开的时间。无法改变的，要学会释怀；无法挽留的，便坦然面对。缘来缘往，冥冥中自有定数。孤独园有一位婆罗门，他有个14、15岁的女儿，端正、聪明，又有口才，在异国之中，可说无人可及。有一日，女儿突发重疾，不久就死了。父母对这个独生女的疼爱之情，甚于自己的生命。面对女儿的死亡，父亲悲痛之下，竟然疯了，整日到处乱走。一天，他来到佛陀所住的地方，一见到佛陀，神智立刻清醒。悲伤的父亲说：我没有儿子，只有这个女儿，我待她如手中珠玉，她可以忘我，忘掉一切哀愁，可她就这么死在我的面前，任凭我如何呼唤，她都听不到。我心中痛苦实在难以忍耐，唯愿世尊解开我的哀愁。佛陀便开示道：世间有4件事不能永久保存，
有长者必无长，富贵者必不久，会合者必别离，强健者必归死。人生万物不可能永久不变，就像我们的身体，就像生老病死，所有的一切最后都会消失。大地、宇宙时时刻刻都在经历成住坏空、生住异灭的过程。富贵、相聚、强健，这些种种也终有一日会消失。佛陀因此说了4句偈：长者皆尽，高者亦多，何会有离？生者必死。这位婆罗门听完佛陀为他开示的这些偈语，心便开解，最终得正罗汉果。缘分强求不来，所有的相遇与别离都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。这世间人来人往是常态，缘来缘去都是天意。缘深的不要轻视，缘浅的不必执着。抓不住的是命运，抓得住的是人心。我们无法改变别离，却可以早日放下，活一个好心态。缘来真心惜，缘走不强求，坦然面对聚散得失，该放的放，该忘的忘。这条路能相伴走多远，谁也不清楚，但无论如何，相伴时要心怀感恩，真诚对待。执着苦的是心，伤的是情。人生得路自己走，没有谁能够永远守在你身边。拥有真心的时候，还请多多珍惜；认真告别的时候，彼此微笑祝福。人活在世，越简单的喜欢，越长远；越平凡的陪伴，越心安。漫漫人生路，别给自己留遗憾。遇见只是一个开始，守望才能相伴一生。03，所有的遇见皆是因为相欠。佛教认为诸法由因缘而起，意思是说世间任何事物现象都是有一定原因条件才生起的。我们今生所遇到的人都有遇到的原因，来到我们身边的理由，也许是前世没完成的心愿，也许是前世没续完的情债。想起那句歌词，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？世间有许多痴男怨女，在爱情里聚散无常，殊不知情感的纠缠往往是前世未了的债。织女奋不顾身下凡嫁给牛郎，却因触怒天地，被责令回到天河东边，只许他们1年1次鹊桥相会，两主同窗3载。原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未料却换来梁山伯病逝家中，祝英台悲伤而死的悲惨结局。挣脱家族恩怨，艰难走到一起的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最终却因为误会而落得双双殉情的可悲下场。在世人眼中，这是凄美的爱情故事，而从佛教角度看，红尘男女之所以会相爱，是彼此身上的业力在推动。两人曾经在前世中下过今生成为夫妻的业因，情债未结清，今生才会邂逅。俗话讲前世有相欠，今生才相见。
前世欠下的债越多，今生遇见的越早，纠缠的时间越长。要是过得痛苦，也别怪自己命苦，都是命里应得的。好好偿还欠下的债，还清了，来世就好了。04，陪在身边的人，都是为了还债而来。那些早早就来到你身边的人，来到你身边就不走的人，才是前世欠你最深的人。有的人还了一生一世，那就是我们最亲的父母双亲。佛说，缘分天注定，由天不由人。要相信遇见没有无缘无故，缘分没有随随便便。来到我们生命中的人有很多，父母给予我们生命，养育我们成人，伴侣给予我们家的温暖，陪伴我们走过风雨，子女给予我们人生的圆满，增添我们生活的快乐，朋友丰富了我们的生活，温暖我们的生命。他们的出现，要么让我们看清岁月，要么让我们体会爱，要么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命中注定。每个陪伴在身边的人，都是前世与我们结缘，或者欠下对你的债未还。不管好坏，注定今生陪走一程，帮助一把，增长我们人生的阅历，成为我们指路的明灯。也有的人化为我们生命中的太阳。俗话说得好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应以涌泉相报。我们应该把人生当作还债的旅程，才能避免佛教说的冤冤相报何时了。家人无私的付出，要懂得用心呵护，竭尽全力照顾他们，就是维护好自己的幸福。朋友给予的温暖，不仅要用心铭记，还要通过行动及时回馈他们的恩情，不能仅仅把感恩停留在口头上，实际的付出更能体现我们的诚意。生命是一场只属于自己的旅途，无需惊天动地，只求问心无愧，活好当下便好。人生有太多的无能为力，大都因为不懂珍惜而起。人生在世，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，也没有平白无故的缘分。所有的遇见都是一场命中注定。茫茫人海中，缘分让我们相遇，是宿命，是注定。在有限的生命里，我们相遇，我们告别，我们重逢，我们别离。每一场匆匆路过和驻足停留都是有定数的，所有的过客只会被记忆留存，生命也因他们的存在而大放光彩。活着学会释怀，失去的放下，拥有的珍惜。这一路只求走得坦然，流光易逝，缘来不易。愿彼此珍惜着每一次花开，痛惜着每一次花落。等到光阴老去，才会有一地缤纷的最美，才会有丰润无憾的青春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感恩人生所有的相遇，愿所有的遇见都能圆满，愿所有的相见再无亏欠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。
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